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田悟先生所著的《知治启动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只要吃这些油脂类食物，疲劳就会大幅减少，全身恢复活力；第二，绝对不能吃的危险油脂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只要吃这些油脂类食物，疲劳就会大幅减少，全身恢复活力。要介绍的是应积极食用、对身体有益的油脂。第一种推荐的健康油脂是富含脂肪的肉类。本书作者强调，希望大家积极摄入动物性脂肪中的不饱和脂肪酸。提到不饱和脂肪酸时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对身体不好，但近年来对脂质的认识已经被重新审视，现在认为应积极摄入。在脂质中，很多人认为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害。本书作者完全同意应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，但对饱和脂肪酸不好的评价并不赞同。事实上，饱和脂肪酸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油脂。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动物油，也包括一部分植物油，常见来源有牛肉、猪肉的脂肪、鸡皮、鸡蛋等所谓多汁美味的食物。动物性饱和脂肪酸棕榈酸、硬脂酸，植物性饱和脂肪酸月桂酸。饱和脂肪酸为何被认为安全？原因有2点。过去著名的研究认为饱和脂肪酸会增加动脉硬化风险，但这些研究存在缺陷。饱和脂肪酸比其他油脂更不容易氧化。过去认为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害的研究，多为偏颇的证据。进入21世纪后，研究显示，饱和脂肪酸实际上是有益的证据逐渐增多。例如，2016年在美国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反而导致心脏病死亡率上升。另外，作者整理了全球各国的研究数据后发现，限制饱和脂肪酸对预防心脏病和中风没有任何作用，甚至有些认为限制饱和脂肪酸有益的研究，结果被发现存在数据捏造。因此，可以说，饱和脂肪酸对身体有害这一观念已经过时。关于中风的研究显示，摄入饱和脂肪酸最多的群体，其发病风险比摄入最少的群体低 23%， 尤其是脑出血，差异达到 39%。由此可见，指导人们减少动物性饱和脂肪酸的摄入，反而可能增加中风风险。饱和脂肪酸摄入为何能降低中风风险？其中一个原因是血管脆弱性。我们的血管并非像水管那样简单，而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复杂结构。这些细胞支撑着血管的柔韧性。研究发现，如果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降低，血管的柔韧性就会下降，血管容易变得脆弱。由此可以推测，适量摄入饱和脂肪酸可以保持血管健康，从而预防未来的脑出血等疾病。另外，如前所述，饱和脂肪酸不容易氧化，这是非常大的优点。比如大家熟知对身体有益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属于不饱和脂肪酸，但氧化风险很高。确实，如果 Omega-3 脂肪酸新鲜，对身体有益，但一旦氧化，反而可能对身体有害，可谓是一把双刃剑。相反，饱和脂肪酸不易因氧化而劣化，所以即使对肉类、奶酪、鸡蛋等食物进行加热烹调，其油脂也不会严重劣化。这是饱和脂肪酸最重要的优点。此外，过度避免饱和脂肪酸，限制肉类摄入，是最不应该为健康做的事。虽然饱和脂肪酸是否对身体有益仍有争议，但至少积极摄入肉类对健康是有益的。因为如果因为它是动物油就不吃肉，会直接增加未来出现肌少症或长期卧床风险，所以反而希望大家积极摄入肉类。第二种推荐的健康油脂是可用于各种食品的橄榄油。健康饮食中值得积极摄入的脂肪是油酸。油酸是橄榄油的主要成分，非常有名。油酸属于不饱和脂肪酸，但与 Omega-3 脂肪酸不同，它抗氧化能力强，不易劣化。
油酸属于 Omega-9 脂肪酸，虽然也是不饱和脂肪酸，但化学结构与 Omega-3 不同，所以不易氧化。大家可能听说过橄榄油使用广泛的地中海饮食。地中海饮食是继糖质限制饮食、低碳水饮食之后，全球公认的非常健康的饮食方式之一。2013年的研究，一项2013年发表的研究中，有一组受试者每周获得1升橄榄油，并被要求至少使用560毫升。结果显示，这组人群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比限制油脂摄入的对照组低约30%。不过，我想很多人都很难一周摄入1升橄榄油，即使是2口之家，每周用掉560毫升橄榄油也不容易。橄榄油每大勺约15毫升，1升约等于67大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在1周内摄入，需要每天约10大勺，每餐约3大勺多一点。对于胃较弱的人来说，要摄入如此大量的橄榄油确实不现实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也说明，即使摄入这么多橄榄油，也对身体有益。所以，日常饮食中，无论是沙拉还是其他食物，大量使用橄榄油是非常重要的。近年来，很多人知道橄榄油对健康有益，都会在沙拉上使用，但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该使用多少才合适。根据前述研究，降低心肌梗塞和中风发病率的量，每餐至少需要3大勺橄榄油。简单说，无论撒多少橄榄油都完全没问题。橄榄油甚至可以搭配生鱼片、纳豆、味噌汤等日本传统食物，不仅提升美味，也能提高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效率。因此，尽量在各种食物上多使用橄榄油是非常好的做法。注意橄榄油的种类，并非所有橄榄油都适合。推荐使用特级初榨橄榄油 （Extra Virgin Olive Oil）。超市里有很多种橄榄油，其中一些价格很低，但这些廉价橄榄油大多已经氧化，所以请尽量选择优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。第3种推荐的健康油脂是 MCT 油，对身体有益且能提高集中力的 MCT 油。MCT 油近年来在植物油中非常受关注。MCT 油来源于椰子、棕榈果等棕榈科植物，属于中链脂肪酸。中链脂肪酸也存在于牛奶和母乳中，是天然脂肪酸，与一般植物油的长链脂肪酸在小肠吸收较慢不同。中链脂肪酸吸收更快，因此食用后能立即被身体吸收，快速成为能量来源，这是其独特优势。此外，中链脂肪酸容易转化为酮体，酮体可以成为大脑及全身细胞的能量来源。例如，断食时头脑清醒，是因为体内糖分减少，大脑能量来源从糖分为主转为酮体为主。研究显示，大脑使用酮体代谢比糖代谢效率更高。另外，摄入中链脂肪酸可激活大脑，并有助于降低未来认知症风险。中链脂肪酸无味、无特殊气味，可用于沙拉、汤、意面、咖啡等各种食物，但耐热性差，必须生食使用，加热会破坏其特性。第4种推荐的健康油脂是坚果。混合坚果核桃、杏仁、榛子。坚果富含高质量脂肪。研究显示，每天摄入30克坚果的人群，其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约降低30%。30克大约是1手掌的量。本书作者推荐的坚果组合为：核桃15克，杏仁7.5克，榛子7.5克，合计30克，即核桃、杏仁、榛子等于2:1:1的比例最为理想。建议选择无盐、原味烤制的类型。坚果随时可以吃，方便作为零食。它们不仅能预防动脉硬化，还能防止餐后高血糖和由此引起的疲劳及肥胖。作者提到，在重要聚餐中，如果必须摄入糖分，可以在聚餐前20至30分钟先吃30克混合坚果。实践油脂优先，原理是脂肪先进入体内，可以抑制随后糖分引起的血糖上升。核桃、杏仁、榛子几乎不含糖，
非常健康。油脂优先与蔬菜优先。蔬菜优先是指先吃蔬菜，以防止血糖急速上升。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在肠道中起缓冲作用，形成物理屏障，抑制血糖上升。作者认为，比蔬菜优先更有效的方法是油脂优先，先吃含油脂的食物，最后再吃米饭、面食等高糖食品。这样组合可以充分摄取必要的热量和营养，同时避免血糖升高。补充说明，有人可能担心油脂优先会热量过高，但从生理学机制来看，热量本身与血糖上升无关。例如，吃200克肥牛排约700千卡，但几乎不含糖，血糖不会上升。因此，建议先慢慢吃橄榄油丰富的沙拉、富油的鱼肉或肉类，在最后吃碳水。关键是慢慢吃。油脂优先与碳水最后之间建议间隔约20分钟。吃得快的坏处，吃得快会胖，大家可能听过。但不仅如此，吃得快意味着咀嚼不充分，导致营养素吸收不良。因此，请尽量平时慢慢吃。如果工作忙碌，午餐必须快速吃，也建议提前20至30分钟吃30克混合坚果，尽量控制糖分吸收。第5种推荐的健康油脂，牛油果。牛油果热量高，但有助于减脂。特点：糖分极低，每100克不到1克；脂肪含量高，每100克脂肪含量约17.5克，被吉尼斯认定为世界上最营养的水果之一。牛油果脂肪组成主要是油酸，与橄榄油相同，次多为棕榈酸饱和脂肪酸，另外还富含亚油酸、alpha、亚麻酸。很多人喜欢牛油果，但因热量高而克制。作者建议无需罪恶感，可积极食用。美国一项分析1.7万名成年人的研究显示，积极食用牛油果的人，蔬菜和脂肪摄入量更多，添加糖等碳水摄入量更少。摄入牛油果还能显著降低体重、BMI、腰围，并使代谢综合症风险降低约50%。此外，有一项实验让1000多名肥胖男女每天吃1个牛油果，结果显示第26周以后，其饮食质量有所提升。由此可见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牛油果热量高而担心，可以积极食用。第6种推荐的健康油脂，夜宵选择煮鸡蛋。有时加班到很晚没吃晚餐，或者晚餐后熬夜，会在睡前感到饿想吃东西。有些人为了减轻胃肠负担，会选择清淡的乌冬面作为夜宵，但从血糖角度来看，这些都不合适。原因：乌冬面都是高碳水食物，几乎不含脂肪和蛋白质，很容易快速吞咽。这种吃法会增加糖尿病发病风险。问题组合：无脂肪加高糖加快速进食，这样导致血糖容易快速升高。睡前血糖过高，随后血糖下降过快，会导致交感神经占优势。交感神经会让大脑和身体进入活动模式，而睡眠时本应副交感神经占优势，结果睡眠质量下降，整体健康受损。因此，睡前绝对避免高糖食物。夜宵的健康选择：当半夜真的饿到无法入睡时，应选择低糖、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。代表食物：煮鸡蛋、奶酪、混合坚果。煮鸡蛋和奶酪保存方便，放在冰箱里，半夜饿时可以立即取出食用。摄入优质脂肪和蛋白质不仅能延长饱腹感，还不会增加健康风险，因此非常适合作为夜宵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绝对不能吃的危险油脂。1. 被酸化油污染的陈旧青鱼。陈旧青鱼是被酸化油污染的典型例子，已知摄入氧化油会导致人体内氧化反应，尤其是陈旧变质的油脂非常危险。陈旧油脂会产生活性氧，就像感染一样传播，使周围物质氧化，结果体内细胞被氧化， DNA 受损，从而促进动脉硬化、炎症甚至癌症。油脂氧化受空气中的氧气影响，高温或阳光紫外线会加速氧化，
陈旧油长时间暴露在氧气或紫外线下，会在体内引发连锁氧化反应。特别容易氧化的油脂类型是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如 Omega-3、Omega-6，尤其是 Omega-3 脂肪酸很容易变质。虽然 Omega-3 脂肪酸对健康非常有益，但一旦氧化就会转变为过氧化脂质，反而危害健康。饱和脂肪酸化学稳定，不易氧化，多数在常温下呈固态。不饱和脂肪酸化学性质不稳定，容易氧化。青鱼如青鱼、沙丁鱼中的 EPA、DHA 以及亚麻籽中的 alpha 亚麻酸都属于 Omega-3 脂肪酸。由于人体不能自行合成 Omega-3 脂肪酸，必须通过食物摄取。EPA 和 DHA 可由 alpha 亚麻酸合成，但 alpha 亚麻酸本身无法在体内合成，因此必须从外部摄取。总之，摄入 Omega-3 脂肪酸时，必须注意避免氧化。新鲜青鱼中的 EPA 可预防高胆固醇，混合摄入 EPA 与 DHA 还能降低心脏病发病率。但这些研究都使用特殊加工防止氧化的 EPA-DHA， 摄入氧化的 Omega-3 脂肪酸反而增加心脏病风险。因此，吃青鱼时务必选择新鲜的。2. 回锅油炸的油腻食物。许多人吃油炸食物会胃灼热，但优质新鲜油不会引起胃灼热。如果吃油炸食物后胃灼热，可能说明油已经氧化。研究表明，氧化油容易引起胃灼热，机制可能与胆囊素相关。氧化油进入消化道时，会大量分泌胆囊素。胆囊素一方面促进胆汁和胰液分泌，帮助消化，另一方面会产生不适感、恶心、胸口灼热。如何判断油是否氧化？油指标称为过氧化值，用于测量油中毒素、氢过氧化物含量，但一般家庭没有测量设备，因此普通人很难辨别油是否氧化。建议彻底停止重复使用陈旧油炸油。很多人家里做油炸食物时，会回收使用旧油，这种陈旧油几乎肯定已氧化，即使油看起来干净，一次使用后油已因高温裂化，切勿再重复使用。此外，对于可能使用了陈旧油炸油的食材制成的油炸食品，以及便利店的热食小吃等，也应尽量避免购买。油炸食品通常使用大量油，一次性全部丢弃油会觉得浪费，所以很多人会将炸渣或附着物滤掉后，存放在密封容器中。为了降低成本，多次重复使用，市售的油炸食品越便宜，同一油被重复使用的可能性就越高。而更可怕的是，我们消费者根本无法知道使用的油具体是什么。判断油是否氧化或裂化的一个简单方法，是用口感感受。如果吃到油有难闻的油臭味，或者出现胃灼热，就说明油已经氧化了。因此，吃油炸食品时，务必选择使用新鲜油、质量好的店铺，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。3. 绝对不能吃的危险油：加工面包和西点。绝对不能吃的另一类危险油，是会堵塞心脏血管的加工面包和西点糕点。过去，人们普遍认为脂肪对健康有害，但现代研究显示，脂肪不仅不是坏东西，实际上是健康的重要帮手。1980年代，脂肪摄入量被建议控制在总热量的 30% 以下，2005年调整为 35%， 到2015年这一上限已被完全取消。原因是大量证据表明，控制脂肪摄入对心脏病发病率、肥胖发生率并没有直接影响，因此取消了上限。然而，仍然存在绝对不能摄入的油脂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反式脂肪酸。一般脂肪可以不限量摄入，但反式脂肪酸必须绝对避免。反式脂肪酸简介：脂肪酸分为顺式和反式2种类型。顺式脂肪酸天然存在于自然界中，反式脂肪酸几乎不自然存在，大多是人工加工而成。反式脂肪酸又分为2类：天然型如牛、羊等动物来源，少量存在于牛奶中；
可适量摄入。人工型工业加工不饱和脂肪酸而成，应尽量避免。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被认为高风险诱发冠状动脉疾病，如心肌梗塞、心绞痛等心脏血管疾病。因此，全球对反式脂肪酸都有严格规定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日摄入量低于总热量的1%。美国有更具体的规定，如果一份食品中的反式脂肪含量超过0.5克，必须在包装上标注。通过今天的讲解，我们了解了脂质在健康中的重要作用。正确选择油脂，不仅可以提升体力与脑力，还能降低心脏病、中风等慢性疾病的风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